置產客不說的秘密，誰買房最辛苦？答案竟然是台中啊！台中，哇嘞！先說結論，台中真的是蠻神奇的，平均薪資6都最低，我自己看了我都不信。台中不是大家都啪里啪里嗎？那買房壓力僅次於新北。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南漂成年輕人新趨勢，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6都薪水，誰買房最辛苦？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6都薪資排行 PK， 買房崩潰不是雙北，這城市薪水低，房價高最慘。那內容是這樣，就根據薪資查詢平台比薪水的統計，你看這張表，6都平均月薪排行依據是台北、新北、桃園、台南、高雄跟台中。哇靠，是不是排反了？是不是高雄要在最後才對啊？結果是台中而且台中怎麼排那麼後面？台中怎麼排的比台南還要後面？什麼東西對，你沒聽錯呢，台中平均月薪最低。但是當我們去看另一張表，6都買房所需年排行就你要多久不吃不喝買啊？這個我念一下，第一名台北68.6年，我靠，林老師你看尊貴的台北就是如此高不可攀。第二名新北 20.9 年，第三名台中 15.6 年，第四名高雄 13.9 年，第五名桃園 11.9 年，第六名台南 11.7 年。怎麼排名对不起來這邊先講一下我的判斷啊，台南会最低只要 11.7 年就可以買房，不是因為台南房價便宜，而是因為南科的工程師大幅去拉高平均值。哪有南科的工程師在那邊 11.7 年才買，是不是工作2-3年就 OK 他就買了大幅拉高。好，那我們再把這2張圖放上来有没有覺得哪裡怪怪的？還是看不出來嗎？好，沒關係，我幫你框起來了。噔噔，你看台中的買房壓力是6都中第3高，但是它的平均月薪6都墊底，可想而知台中鄉親的生活壓力到底有多大。超級大台中市長現在我不知道，你去催上查怎麼被骂，他就是在被罵就对了。再來你要知道台中怎麼了。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聊說台中發生什麼事情为什麼房價跟薪資脫鈎的這麼嚴重？因為我不是台中本地人啊，如果有講錯的地方也歡迎你就直接在留言區補充或者是吵架都可以。我的理解是台中重劃區太多了太多了，我隨便念給你7期水南，再來14期、13期、單元2、單元8、單元12、北屯機捷、高鐵特區。高鐵特區就是那個什麼高鐵娛樂城，對不對？很台中啊，取這個名字，這太多了，我念不完直接看圖。這我上網找的資料它是更新到2024年年底，然後你看有色塊的地方就是重劃區，大大小小的重劃區加起來有60幾個然後預售案一案疊一案，價格越疊越高。台中的房價就是因為各種預售開案不斷的拉抬價錢，拉抬到6都裡頭第3高的地步。但是問題來了，房價可以靠下一個預售案往上拉，你的薪水不會因為旁邊開一個新案自動加薪1萬塊啊，這才是台中最尷尬的地方。台中也不是沒有產業而是產業薪資結構跟房價漲幅完全沒有銜接上。台中的產業一點也不差呢，它有中科裡頭也有一些先進半導體，大立光、上銀、捷安特，這些都是世界級的隱形冠軍呢，也都在台中，薪水也不低。但問題從來不是產業好不好嘛，而是台中的土地開發速度跑得比薪資成長還要快太多。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說薪水追不上，房價怎麼撐得住？答案是台中的房價就不是只靠本地人在買，台中它磁吸了這個它周遭啦，它是中部最大的都會區，所以彰化南投苗栗的錢都會往台中過去。那這就是台中的特殊性，它吃的是整個中部的購買力。像你那個我剛剛提到的地方那個小孩子念書念比較好的也是去台中念啊考上了也是考台中女中啊、台中一中啊就是這樣。這個就是比較殘忍的地方。台中本地的年輕人不止本地薪水追不上房價，還得跟整個中部的有錢人一起去搶房子啊！所以你看房價可以靠下一個預售案往上墊，但是整個中部的有錢人他去撐得住房價啊。台中年輕人怎麼辦？他想要買房子會特別的辛苦啊。最後你要知道高雄還是很平易近人的
好，那我們再把目光放回高雄，我自己的感受是，高雄目前還算健康，而且非常健康。怎麼說？你看數字高雄的買房年數是 13.9 年，6都排第4，平均月薪第5，至少看起來是比較平衡的。反正你就看它的薪資是排名後面，它的房價也是排名後面啊，那看起來就是蠻平衡的。然後高雄的重劃區雖然也有不少，龍16、美術館、亞洲新灣區那這些精華區的預售案也在頻頻創新高，但是整體重劃區的數量跟台中那60幾個比起來，真的是少非常的多。第二個也是最關鍵的，高雄是真的有產業進駐。對，我又要講台積電了台積電楠梓園區已經在運轉了，然後亞灣有許多科技巨頭入駐。雖然高雄這幾年房價漲不少，但是背後是有產業支撐的，而且高雄的房價極其低啊。例如說一坪本來10萬漲到20萬，以漲幅來說這叫翻倍，但是一坪20萬的房子這很平易近人嘛，還是都市呢，還是蛋黃呢？而且高雄很多地方你只要不強迫硬追蛋黃第一排什麼的，美術館第一排啊，龍16啊，森林公園第一排啊，亞洲新灣區啊等等的，一定要海景啊，或是楠梓台積電旁邊啊，你都可以找得到相對可以負擔的產品。比如說就住在老家就在鳳山小港甚至往什麼仁武大社去看，都還是有機會找到總價相對沒有那麼誇張的房子。這就是高雄跟台中的差別。高雄是熱區很熱，但有外圍可以退，台中是很多地方重劃區預售案就一起熱，一起在搶那些資金就對了然後一按一按就把價格疊上去你想退到外圍，不好意思，外圍也是重劃區那又有新案然後又有一個未來的想象價格就一直這樣被拉扯就這樣拉起來。所以我才会說高雄現在雖然不便宜，但是相對台中來說，高雄還是很平易近人的尤其是對首購族來講，高雄至少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優勢，選擇比較多。真的，你想要買蛋黃有啊就是貴一點你想要買發展中的蛋白也有啊你要賭未來建設，你要買生活机能成熟但是題材沒有那麼火的地方也都有啊。所以如果你是要自產的話，我是衷心推薦你選高雄了，因為在這邊你想要找怎樣的房子你都找得到。講完啦今天我們聊了6都薪資跟買房難度之間的關係，不過我的觀眾們應該都超越這個中位數很多才對應該是這樣吧。來問我問題都是一拿就是2500萬3200萬，問我買哪一間比較好，這個都明顯不是這種什麼中位數薪資可以負擔的。好，那我們先討論了台中的薪資明明6都最低，房價負擔位居前3的矛盾現象，那背後就是大量重劃區一起去推升房價，但薪資跟不上漲幅啊。而且台中的房子是整個中部人會跑來買不斷的拉高，相對的高雄房市也在漲，也有大量的半導體先進的產業進駐，薪資也有所提升那房價的漲幅也比較合理，而且可選擇的區域更多，整體來說更加親民。所以如果你要自產或自住的話，高雄是更好的選擇。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在台中工作，薪資就跟不上房價了，那你能怎麼辦你會怎麼做？ A 沒辦法，只好辛苦一點繼續追。 B 乾脆搬去高雄，生活壓力小一點。 C 放棄市區，往周邊縣市找機會。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台中這個就很典型這就是政治政治的後果。我很討厭講政治但是以台中的情況來看，這就是政治。這東西是這樣就是
在選舉的時候要錢嘛，政治獻金嘛。雖然你看台面上為什麼堂堂新復發政治獻金100萬而已，一定有台面下的嘛。好啊，就是這樣哦。那建商一直以來都是政治獻金的大戶。好，選上了以後要怎樣？你要還我，你要還我啊，不然我支持你支持假的哦，你要還我啊。好，還的具體就是什麼？就是各地的重劃區就同時開花，就會變成大家都在搶。你要還我，你要還我哦，然後大家都在搶，大家都在收割，所以資金就分散掉了哦，資金就分散了啊，資金分散就會變成這樣，講好聽叫百花齊放，哦，講難聽叫多頭馬車啦，同時都在跑，同時都在搶，哦，好，那就變成什麼？房價會彼此牽制，你這邊開貴一點，我那邊就可以跟啊，哦，就是上去啦，哦，就是這樣咯，亂七八糟的盤面就沒有一個主軸，現在是每個重劃區都在搶，連57港。對不對？那邊也在搶，那邊一定也有政治獻金大戶。那是時候還我錢了，因為你快要不能當了哦。好，那就不會等你啦，就要你想辦法配合他，要去做一些什麼動作，這就是政治。我現在沒有說就是台中市長那個盧秀燕盧女士哦怎樣，而是一直以來這都是長做這個樣子，不然政治獻金是假的哦。好，同樣的道理還不止發生在台中呢，台南也是。台南有8個重劃區哦，同時都在拉，就是這樣啊。水交社哦，然後9份子隔那麼遠哦，全部都在拉，通通都在拉啊，通通都在搶。沒有啊，你選上你要還我啊，這是默契，這是一直以來都這樣。你可以讓我賠錢哦，你可以不還我，你可以不鳥我，好，那你下次不用選了，就會變成這樣。就是民主政治就有問題嘛，被短期利益綁架。所以台南房地產是你看你就覺得很亂啊。我現在看起來相對非常的穩，台北市我們就不提了，相對非常穩健的地方還是高雄。為什麼？因為市政府壓制得住，陳其邁出來，你要政治獻金要獻什麼？有什麼好獻的？反正就會是他嘛。啊，雖然中間有發生一些意外，好，那不管嘛，那他壓制得住，壓制得住就是什麼？你給我按順序排隊，就是這樣。現在高雄你去看，我們講火車站橫的嘛，好，以北叫做北高雄，火車站以南叫做南高雄。現在一直到2030年的舞台都給北高雄，就給就是這樣，就是北高雄，你先去紅，你先去唱秋，到2030都是你的。新灣區在南高雄所以你看新灣區現在是不是大工地，特貿商人在整地嘛，假日也在跑不過它附近除了諾貝爾，我也沒有民宅，也還好，就去施工，都是大空地。所以新灣區要等到2030才會2029要還台電還市政府各一棟這要怎麼講？就梯隊就是在這排好了時間軸，就是劇本市政府操盤的劇本。現在北高雄去獨挑大梁啊，其他的你們就為所發育就好了其他你要給我那邊大破大立怎樣，我也不讓你有這個機會。就這樣，這樣才會形成一個現象，叫什麼？就是錢人會往那個地方集中，而不會分散掉了。你看台南8個重劃區都怎麼弄，人都散掉了，然後力量都擰不起來。我現在不是說是我要集中火力推高房價，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本來就這樣嘛。你那北高雄也沉澱10幾年了，好，那所以它的生活機能也成熟它現在就有容納更多居民的條件。好，用這個方式去就排順序就對了。那新灣區還沒有啊，新灣區突然來大量的工作機會，會發生什麼事？沒有地方上班，樓都還在蓋。好，那就很清楚了。從2023年一直到2030年這個都是給北高雄去發展，然後南高雄為所發育就好了。好，那2030年以後，北高雄該蓋了蓋完了，然後台積電也滿血狀態啊。那南高雄新灣區嘞，嶄新風貌剛剛落成它就可以怎樣？就可以很順利的接班，就變成南高雄是這樣。所以你政府在施政的時候有沒有一個主軸？你能不能壓制得住這些所謂的地方莊腳、政治獻金大戶，也是很嚴重的影響一個城市的發展。現在去講到新灣區，沒人理我，你知道？因為覺得說好，一切都在市政府的算盤裡面，分梯隊去做，錢就可以集中，人就可以集中啊，這樣對一個城市的發展來說會比較理想，才不會說好啊，那像台中那60幾個重劃區弄了以後人也沒辦法到位，因為很散嘛然後發展也扭扭爛爛的然後你要新重劃區也沒有，因為那個土地都被用完了。好，那怎麼辦就繼續那邊盤在那邊僵在那邊，哎呀，這不好啦。那台中、台南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不就是政治壓力？所以能鎮得住這些地方莊腳、政治獻金大戶的高雄市，你看發展好好的，反正2030以前就是
等滿血台積電，其他都沒差齁，就是全力 all in 台積電就對了。新灣區那個都2030以後再說，現在齁也有發展，為所發育就可以了。我也不要新灣區現在來跟我搶什麼台積電的風光，這樣又南北又拉開了，你知道？所以發展都會差一點就沒辦法直接去跟到一個北高雄的完全體等到北高雄完全體以後2030台積電應該2028就滿血了那就還有2年繼續，那就是完全體就北高雄。好，那不是說它日後就只剩衰落，它就是發展速度就沒那麼快了。好，穩定以後呢，把全市場的錢跟人跟新聞媒體的焦點全部都把它鎖定南高雄，南高雄就起來一棒接一棒。這也是我為什麼很討厭說205兵工廠就不應該開發，你就故意你就要讓它再荒廢10年，反正現在跟荒廢不是也差不多現在是營區啊，那也差不多，你就讓它荒廢10年。总之就是高雄它發展的好好的，順序排的好好的，那就今天誰是明星後天誰是明星，這個都決定好了啊。對我們這種自產的人來講，這才比較 OK， 錢才會全部湧向一個地方去把它拱高，然後變成蛋黃。好，之後也不是資金就退潮了，之後就是他那邊繼續成熟發展，就是发展會變慢，就像走上去斜率很陡啊，然後突然就變緩以後是下一個地方往上跑那很 OK 啊，就一棒接一棒，你不然他們同時多點開花，你以為這是好事情就變成台中就變成台南這個樣子多點開花這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在長期自產我們就是自產哪邊，當地市政府全力做多之處就可以了。比方說桃園全力做多之處是哪裡啊？還不就是新埔？然後台北新北全力做多之處你也都知道，台中全力做多之處你講不出來，台南你講不出來，好像大家每個地方都在拉高雄的話北高雄，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南高雄2030年以後身為一個自產者，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就多買不然呢之後到了就把它買起來放然後就是等市政府等安全穩健的發展向上，我們就能實現所謂的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安度晚年的目標。